大家好，我是曹卫东。中国有句话叫做解铃还须系铃人啊。现在美国设的套啊，把自己给套起来了。因为在中东呢，发生了很多他不愿意看到的事情。第一呢，就是沙特和伊朗啊重新复交，那么成了朋友。那化解这个矛盾之后呢，给美国出了一个难题。那么到底这次啊，他应该是选边站，是选站在伊朗方面呢，还是选在沙特方面呢？因为这个现在沙特和伊朗的矛盾啊，现在缓解了。这样美国啊，过去他是要人家选边站的，现在轮到他自己选边站了。再一个问题呢，就是他对伊朗啊，就是这个实行单方面的制裁和打压，因为是美国单独的退出了伊核协议。现在呢，就是伊朗和俄罗斯呢，准备在武器装备上啊进行一下更深入的合作，就是由俄罗斯向伊朗提供苏35这样的先进的重型战机，来解决伊朗的防空作战问题。那这又带来了问题，就是本来美国呢是对伊朗进行封锁的，现在俄乌冲突发生以后呢，这个对俄罗斯的制裁呢力度更大，范围更广。那既然俄罗斯和伊朗都是被制裁的对象了，那两个被制裁的对象之间，他们进行合作，那美国又是无能为力。怎么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是重新回到伊核协议里边，还是怎么办？况且还有一个更难办的问题，就是核不扩散问题。因为美国退出伊核协议，是因为说伊朗啊，它的这个核试验或者是它的这种核应用是用于了军事领域，所以美国要退出伊核协议。那现在伊朗说我并没有把这个核研究用于军事方面，而反倒是美国在进行这种核扩散。因为它和这个英国、澳大利亚搞的这个奥库斯集团是要向这个澳大利亚就是制造核潜艇或者出售核潜艇，而且这个更明确的说，现在要把美国的弗吉尼亚级的核潜艇卖给澳大利亚使澳大利亚成为拥有核潜艇的国家。那这样一来，在核不扩散条约里边有一条，就是这个核研究不应该用于军事领域。那你美国显然核潜艇是军事上的装备啊，你是进行核扩散的呀。那既然允许你核扩散，为什么不能允许伊朗进行相关的核研究呢？况且伊朗说我的核研究是用于发电呢，是用于这个能源呢，是用于这个民生啊，并没有用于军事上啊。所以你美国就是自己在进行核扩散，却不允许其他的国家或者相应的国家去进行核研究特别是和平领域的研究。那么这个套自己怎么去解呀？那是不是将来俄罗斯也可以把核潜艇出售给伊朗呢？反正这两个国家都是被美国制裁的国家嘛，那他们仿效了美国的做法或者奥库斯的这种做法，那从道理上讲也没有什么不可呀，是美国开的先河，美国开的头啊。那你不允许别人这样做，为什么自己要去这样做呢？所以这就是自己给自己设的一个套。对于盟友同样如此他撬了法国的大单之后，法国当然不高兴。那这个像土耳其买了这个俄罗斯的反导武器以后，就是 S-400 以后呢，美国就不向他提供就是 F-35 这样的隐身战机了。那这个土耳其说我没有办法，要么买俄罗斯的苏57，要么我自己研发。现在呢，土耳其在研发自己的这个隐身的战机。那我们不能排除它是要借用就是俄罗斯的苏57的这些技术，或者是有一些这个装备的，那这都说不准的。因为美国不给他嘛，那把他逼上梁山，他就可能和俄罗斯进行相关的这种合作。所以我们看美国设的很多套现在把自己给套起来了，就看美国怎么解吧。所以我们讲这个解铃还须系铃人，就看美国怎么处理这些问题了。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观看本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